任何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状况，它其实都会影响到勃起。海绵体本身它是一个多孔洞的组织，里面都是血管。假如说我的血管有一点塞，血流不进来，那硬度就会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有的患者想说，现在太太也不喜欢跟我做，那我不勃起就算了。可是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当硬度下降的时候，它就代表着说我们的血管可能是有一点塞，那我们就要去找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假如说我的原因是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那此时我不去发现、不控制，可能会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像是中风啊，或是心肌梗塞出现。其实阴茎这个器官，它是男生的一个警示灯，就是我真的很健康的时候，弟弟也很健康。就台语讲冷卡给阿沙卡照。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很多男性哦，对于勃起这两个字，或者是勃起功能障碍啊，非常非常的在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大医院泌尿科江怡妮医师，欢迎医师。钱子好，大家好，我是泌尿科江怡妮医师。江医师，先请教，男性遇到勃起功能问题，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在医学上的定义就是说，我们在性行为的当中，如果我的硬度不稳定，就是不能使我自己满意，或是说不能让对方满意，那这个就属于有障碍，但它的幅度就有很广的。比如说很轻的障碍，可能是我会硬，但是有一点硬的不稳定，可能本来像小黄瓜一样硬，那换姿势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有点像香蕉一样。那这个是很轻很轻的勃起功能障碍。但是也有比较严重的，就是说，我会硬，但是是像蒟蒻或像豆腐一样，那变成它有一点点充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没有硬到可以放进去。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勃起功能障碍。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是在这个亲密行为的过程里，我的硬度会造成我的困扰，那这就算是开始有一些退化的表现。所以勃起功能障碍它的等级是分很多种的。对，它有轻度、中度跟重度，那硬度也有分4级。就第1级最不硬，就是像蒟蒻或者像豆腐。那第2级就是像剥皮的香蕉，第3级是带皮的香蕉，那第4级是小黄瓜。就医学上是这样，但可能有观众会觉得说，我像铁棒一样硬，那可能就是比这个更硬。但是一般来说就分这4个等级。可是医师这样举例，当然大家都可以理解。可是会不会有些人很主观的认为说，其实我是铁棒，怎么样分类？一般就是说，是不是遇到困扰？然后通常在检验上的话，我们也会去验说，是不是血脂、血糖有高？因为如果血脂、血糖有高，会影响到血液的流通，那硬度就也会比较下降。阴茎这个器官，它其实是很像有很多孔洞的菜瓜布或是海绵放在一个气球里面，它是一个多孔洞的组织，里面都是血管。假如说我的血管有一点塞，血流不进来，那硬度就会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影响勃起功能的风险因子，我们这边有拿到一个数据哦，包括年龄、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抽烟、压力、神经病变、酒精、睾固酮低下、使用药物。这是对的，就是勃起功能它还是有受到神经跟血管的影响。然后整个勃起的这个流程，就是说我可能视觉上或是听觉上，甚至嗅觉上、触觉上受到刺激，那这个讯号就会从我的大脑开始沿着脊椎一直往下传，那传到这个骨盆了之后，它就会刺激这个海绵体的血管张开，血就会开始冲进来。那冲进来以后，它就会压迫静脉，让阴茎可以维持在这个硬的过程，就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物理动作，然后它中间的这个讯号很长，所以如果这个路途上，比如说我可能有中风过，或是我有阿兹海默，或是我有其他的压力太大，就会影响到脑的问题。那如果说脊椎有脊椎侧弯啊、腰痛腰酸啊，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传导的路径。那骨盆有开过刀，像是大肠癌、直肠癌或是攝護腺癌，这种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传导。那还有海绵体本身，因为它是血管嘛，所以任何对血管有危险的事，就是我们只要心里想说，任何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状况，它其实都会影响到勃起。有的患者想说，现在太太也不喜欢跟我做，那我不勃起就算了。可是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当硬度下降的时候，它就代表着说我们的血管可能是有一点塞。
那我们就要去找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我只是退化了，那就退化了，就看我想不想要整理嘛。可是假如说我的原因是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那此时我不去发现、不控制，可能会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像是中风啊，或是心肌梗塞出现。哦，我了解了。如果说你的性功能突然出现障碍，也有可能它是一个警讯，对，你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心血管疾病、中风可能发生。对，就是我觉得其实阴茎这个器官，它是男生的一个警示灯。OK， 就如果说我都硬得很稳定，表示我真的很健康。OK， 就台语讲冷卡嘎撒卡照，就是我真的很健康的时候，弟弟也很健康。可是如果我的血管流不顺，或是说有阻塞，其实第一个发现的都是海绵体，因为它的血管最小，只有1个 millimeter， 而心脏的有4嘛，就是要把1个 millimeter 塞住，这是相对容易，很快就知道。对。那如果说我都不理它，它可能会把心脏的血管也塞住了。就是勃起功能，我觉得它需要注意的是说，当我发现了这个，那我就一定要去检查，确定说我的心血管是健康的。那如果说心血管不健康，就处理这个心血管不健康。那至于说海绵体要不要处理，还是看个人。可是它是一个讯号，就告诉我说，我开始有这一些问题，我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处理？所以如果你有勃起障碍的话，它不关乎你有没有亲密行为，对这件事情，对，不是说我不要用就不用看。哦，对，这个很重要哎。那想要请教医师哦，是每一个人男人他一生中都会遇到像这样勃起障碍吗？年轻人有可能会发生吗？年轻人也会，因为他会有心因性的。然后也有这种器官型的，比如说我就常会遇到大概20-30岁，然后可能他人生第一次有亲密行为，他的表现就会是说，我自己来的时候我都很硬，可是我可能跟女朋友或是跟新婚的太太一起，临到门口就消掉了。但这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一个是紧张就会让血管收缩嘛，就像我很冷的时候，我手脚就会冰冷。那如果阴茎的血管，因为它整个都是血管，它收缩的话，它就会不那么硬。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药物，一开始让它稍微帮忙度过这个紧张的时期，还有用一些放松的方法，甚至用咨询去处理这种年轻人的勃起的问题。所以年轻人的勃起功能障碍很有可能是跟心理因素比较相关。对，男性朋友可能在一生当中还是会有个几次是不是那么合乎自己的理想，但他有时候跟身体状况有关，有时候是跟心理状况有关。但假如说我的状况是本来吃1/4颗小药丸我就会硬，明年变成吃半颗，后年变成吃1颗，后来吃1颗也没感觉，那这种就是生理性的，它就很明显是我的身体是在变化当中的。那正常的勃起需要哪一些身体条件？首先要一个很好的心肺，就像如果我家住在5楼好了，我要把水打上去，那个马达的帮浦要很好嘛，它才能够把水抽上去，所以心脏很重要。那就可以做一些像是跑步啊、走路啊、游泳啊去维持。我有一些患者80几岁都性功能不错的，他们就是有在游泳。那可能会想问说，他为什么已经不错还要来看？因为谢谢你的问题，因为他就是想要更年轻，就是他想要更好。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70岁，然后他现在可能1个礼拜做5次，他就会常常来保养。可是我已经觉得他很好了。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医生，你都不知道，跟我年轻的时候差很多。我以前1个礼拜都做10几次。”他是想要夸耀吧？他应该只是要叫我再做更好一点，就让他更逼近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人还是会变化。那我们做这些治疗，只是说让这个变化减缓，比如说本来是这样退化，那现在就变这样退化，让它平缓一点。可是是没办法说做一次就永远都很年轻，因为像女孩子都知道嘛，就是不管做什么医美，我们还是一直持续，而且身体是一直变化。比如说我可能是40岁的时候看起来像30岁。但是80岁的时候应该看起来就不会像30岁，顶多只能像50岁。对，男生保养这个功能也是一样的。那我很好奇，70岁这位先生他去做保养，保养是包括什么样的项目啊？他主要就是他会定期的吃小剂量的这种血管扩张，就是像蓝色小药丸，它有比较长效型的，他就是定期的吃，然后他自己会做重训，1个礼拜会2次到3次。
然后他会做震波治疗，就他每2个礼拜会做一次震波治疗，就是一种非药物型的治疗勃起的方法。因为海绵体它这个阴茎是有很多洞嘛，那这些洞我们用久了，就像家里的水管，它会沉淀，会有一些很像水垢这样沉在这个壁上。那震波它原理是本来是震石头的，这个波打到石头里会让液体蒸发，就有一个小小的爆炸，那石头就会碎裂。可是如果这个波能量小一点，打在海绵体，打在血管，那它就会让这个血管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扩张。可是因为血管是有弹性的，所以它并不会说就这样爆裂，它只是把上面一些杂质震下来，清干净，通血路。那通了之后，血管它受到刺激，它就会再长出一些微血管，有点像你种了一个豆子，然后有一个根，它还会再长一些须，有一个血管新生的功能。那当血管的面积变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硬。同样打一样的这个力量，那它就会比较快的硬起来，比较快有反应。所以这些保养就是可以让这位先生1个礼拜5次，对算是这样子保养。就像女生会去做脸，那男生如果不是在意脸，在意这个下半身，是可以打震波或是野马波。好。那坊间有人说吃壮阳药就好，壮阳药真的很多，其实市场我知道非常大，当然有很多是假的药，或者是其实是来路不明的。我们这边要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对。那这个壮阳药的定义是什么？医师也可以处方吗？壮阳药主要还是医师处方。那它有分短效跟长效的。就短效的壮阳药，它是可以瞬间的让血管扩张，那可能维持2到3个小时，药效就衰退了。但是也有长效的壮阳药，它就是可能吃了2小时之后，它会达到一个高峰，它慢慢的才降下来。那患者就不用选说我要几点吃，因为有时候出去约个会，不知道几点才有机会，所以就需要吃长效的药，才比较容易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但是单纯吃壮阳药的话，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是因为血管的阻塞造成这个不硬的问题，可能单纯吃药它没有办法把它打通，它还是一直沉积在里面，就会觉得说药越吃越重。那这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吃药成瘾，是因为组织有变化，但是我们没有处理。就像女孩子的脸，如果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假如说我不打一些电波、音波，我纯擦乳液，那它其实还是会一个速度在退化。对。那如果说刺激它增生，再加乳液，那就会老得再慢一点，就跟这个原理是差不多。就是保养女生的脸，跟男生保养她的下半身其实是很像的。对，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因为男生平常没有保养脸，所以对这种概念就会比较不容易接受，就会觉得说，我要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瞬间神奇，让我以后再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但没有那么好的，没有这种一劳永逸，对，它就是要慢慢保养。就吃药，它可能瞬间会有用，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就是假如说我希望我是一个70岁还可以1个礼拜做好几次的人，那我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就要花时间在身体上面，比如说去做运动啊，睡得饱啊，不要让自己太累啊，然后要跟另外一半有好的关系，然后做一些震波，或是加上一些营养品的补充。其实医师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些秘诀，不过我们这边再整理一下预防勃起障碍几个方式。第一个就在饮食上，你要特别注意，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压力不要太大。对，压力不要太大，所有的事情的杀手。还有避免肥胖，规律运动，戒烟戒酒。那危险因子，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慢性病、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比例，高血压有52%，糖尿病64%，忧郁症90%。因为你忧郁，你什么都不想做了。对，就相对不会那么希望有亲密行为。冠状动脉疾病61%，动脉硬化疾病40%，周边血管疾病86%。对，就是大部分跟血管有关的病，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啊，或是周边血管，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海绵体，因为海绵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网状的血管。其实医师刚才陆陆续续有提到在泌尿医学治疗上有6种方法。第一个是骨盆底肌训练，男性朋友的话，就可以摸在我的肛门跟睾丸的中间这个会阴部分，那试着收缩一下这个肌肉，跟女生一样。跟女生一样，但女生可以手放在阴道嘛，就比较会知道。但是男性因为没有阴道，所以就是可以手放在这个会阴部，或是放在肛门，或者是说
有时候如果刚好硬起来的时候，可以挂一个小手帕在我的这上面，然后慢慢的动自己的，就上下动一下。在阴茎上面放小手帕。对对对，然后有点像让他练举重，就这样。这也是一种凯格尔。但假如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居动椅，它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它会发出一个电磁波，然后就会让这个骨盆肌肉可能28分钟就收缩2万下。就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就是用机器来帮你做。对，它就是用电刺激，就像那样的机器也可以刺激长腹肌，也是有这样子的治疗。但是如果说自己做的话，就是用刚刚的方法，比如说手摸在睾丸跟肛门的中间这块，然后试着去动它，就是去缩肛，有点像是要大便的时候想把那个大便夹断，就试着去缩它。然后或者是说手放在肛门，感觉肛门的这个收缩力，那每天可以做50下。每天做50下，大家要记住。那另外一个就是药物了。刚刚医师有提到蓝色小药丸，是主要的药物吗？对，它是主要的药物，它是属于短效型的。那现在也有长效型的，或是口溶型的。但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让这个海绵体的血管比较放松，它有点像降血压的药，让血管张开。可是它只张开阴茎的血管，别的血管它都不影响。那让这个血管张开的话，只要我有一个念头，它就比较容易硬起来。但是不会说，我其实都不想，我吃了我就硬在那，倒是不会。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对对，因为我有一些患者常会担心说，他吃了这个，岂不是整晚都一直硬吗？但其实不会，还是自己的身体，它只是有点像是我本来是一台坦克车好了，你可能要踩很大力，你才会动2步。可是如果吃了药，你就变成跑车，你就轻轻踩，它就跑很快。所以不用担心你会硬整晚，或者是你出去办事还很尴尬。对，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海绵体前列腺素注射，这是用注射的这是用打针的。打针就是有一些患者是因为他这个神经的线路可能有受到一些影响，像是有脊椎的问题，或是骨盆有做过手术，那他神经不连线了，这个时候脑子想他传不下来，就可以用一种打的蓝色小药丸，就直接自己打在海绵体，让它张开，它就会硬起来。你说自己在家里打呀，或是太太或是女朋友打，就要做之前直接打在阴茎上。对，直接，但是是很细的针，然后我们也会给那个就是像我们做医美会敷脸的那种麻醉药，也可以敷一下，然后再打。OK， 我真是大开眼界。好，方法是真空吸引器，它就是一个物理的装置，因为有的人他吃很多的血压药或心脏药，他是不能够使用这些药物，或者说已经太严重，用这些吃药啊、打震波效果不好，我们就会用负压助勃器或是真空吸引器，它是很像一个吸尘器，然后它就套在这个阴茎上，它就吸，就有点像吹气球这样子，把这个阴茎吸起来，然后吸起来之后，它再套一个环下去，就像把这个气球绑起来，那它就会维持这个硬度。那它等到就是做完了之后，它再把这个环解开，那就好了，就结束就好了。就一个疗程。它就是每一次做的时候，它就是把它充气充起来，然后好了以后就把它解开，这是助勃器。OK， 所以医师有很多治疗的方法。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刚刚也有提到的低能量震波治疗。它就是把这个血管打通，让血管长得比较多，算是一个相对自然的方式。但是因为这个是一种再生的治疗，所以不是说100%一定打了就有效，也不是说打了就再也不用打，它比较像是一个规律的保养，让血管畅通。还有可能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手术型的，是人工阴茎植入。因为现在的材料都很进步嘛，所以其实可以做出那种有关节的材料，那就很像放一个支架在我的海绵体里面。那如果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立起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收起来。这是人工阴茎。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对，这个就是一个终极步骤了。但一般还是会先从一些自己的运动啊，或是说口服药物，或是打震波开始。还有一个台湾有一些人他有入珠的习惯，那到现在已经是到了民国114年了。您在临床上还有看到这样吗？还是有还是有，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男人可能他们有时候是互相相约去做，跟他的另外一半倒没有什么很相关。因为我有遇过几个患者，他们就是几个兄弟，然后
就是互相入珠，并不是他的另外一半说，想要他去入珠。因为如果说一般是希望能够使女伴觉得比较开心的话，还是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利用调整这个性行为的你动作的频率啊，或者说改变一些角度啊，或者是说，因为女孩子的高潮点它是比较靠近语言哦，所以语言，就是脑部，对，脑部是比较靠近语言的中枢，所以可能好好讲话比入珠是更有效果的。有一次我还做了一个手术，是那个入珠把它拿掉，然后这个患者来，他就说医生我入了6颗，我就在那里找，我找了1小时，我数来数去都觉得只有5。然后又打给他的朋友，因为一开始打没通，后来打又通，然后他就说，好，记得好像是5颗，不是6颗，就是要不要入珠？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可以不用了。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或是说，如果有的人希望他的龟头大，或是那个身体比较粗，也是可以做增粗或是打玻尿酸，就不一定要用原本的那个方式。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人做阴茎增大术，然后死亡的案例。对，这个手术是基本上风险是低的吗？这个风险其实应该没那么高，因为它就是包一块人工皮，就是把这个海绵体的阴茎的皮退下来之后，包一块皮上去，再把它缝好，让它藏在里面。可是这个手术的缺点是说，只是说看起来是大的，就是平常没有硬的时候，它会看起来比较大。但是真的硬起来之后，它大的是有限度的，因为它只是包一块皮，它并不是真的对这个组织本身让它长。然后在复原的过程相对也会比较辛苦，因为阴茎是会变长变短，会伸缩嘛。那在这个复原的时候也会蛮痛的，还是要看，就真的很有这个需求，而且好好的跟医生讨论，再决定要不要做。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对尺寸的迷思。对对对，我其实遇过很多想要增大的人，他本来就比别人大。可是还要更大，对，他还想要更大。好，就像我们女生要脸小，还要再更小。有一些女明星的脸已经小到不行了，她还要再把它弄得更小。对啊，就像去医美，有时候看到客人里面的客人都是漂亮的人，都超美的，还要继续弄。对对，他们也不是长得不好看，每一个都很好看。是。好，就是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要求啦，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对对。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哦，有一些食物是可以提升睾固酮，如果想要重振雄风，男性雄风，要吃哪一些东西会比较好？如果是提升睾固酮，就是补充一些锌啊，或是维他命 D， 或是一些好的油脂。那假如说是想要让硬度提高，通常就是要补充一些有精氨酸的食物，像是 cheese。或是红肉，或是说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或是说五谷杂粮、核果，这些它都是有帮忙的。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勃起功能障碍，医师会希望夫妻或是伴侣一起面对吗？一起来治疗吗？对，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治疗过程中的一些烦恼。像我的患者很可爱，他来打震波，他都要跟我约什么早上7点半。他送小孩去上学，然后他就来打震波，他就说他要去做运动，他就不要让他老婆知道，对，他会觉得害羞，或者想给他一个惊喜，其实都有可能，或是说有的人，但他这样子在安排时间上，他就会有困难啊，或就是如果隐瞒的话，其实会有一些不方便。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也会让太太会烦恼嘛，就如果说先生有一些不是那么自信。那太太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性感？对，或者说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就太太会有太太的烦恼，然后先生会有先生的烦恼。可是如果说出来就不会那么烦恼，就会有点像两个人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像我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是一起来看的，他们2个都60岁。他就说，因为小孩都长大了嘛，本来小孩在家也没地方可以做，怕吵到别人。然后小孩都上大学了，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很久没有亲密行为，不然现在再重新开始。那重新要试的时候，就发现不是那么顺畅，因为一方面太太也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那先生的话呢，也是会有这种勃起慢慢比较退化的现象，那就开始治疗。那开始治疗的话，因为他们是一起的，
他的太太是看我一个以前的同事在看女性的性功能的，因为女生也是可以打像蝴蝶电波啊，或是菲蜜力，也可以做一些治疗，就2个人都同时在治疗，然后回家之后就会一起尝试，就有点像学一个新的运动嘛，就2人双打，就可以在一起重新尝试。我觉得对情侣或是夫妻可能知道这个状况会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这个先生没有表达，一方面是太太不容易配合，因为有的人是说可能他要前戏比较久他才会湿，但这个先生硬不了这么久，他就是硬一下他就会消掉，所以只有一个黄金时间是最适合做的。那这时候2个人就要互相配合，就可能太太还没有到那么湿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润滑剂。那先生的话呢，就是他也可以适度的吃一些药，做一些保养，然后他也要表达说他到底是大概什么时候差不多应该要开始，不然等一下可能就会消掉，就是2个人这样才能够很好的配合到。那其他刚刚说的治疗，像是打针或是助勃器，有时候如果有另外一半的帮忙就会更方便，不然他就要偷偷的去厕所，就会很紧张嘛，反而会影响他的表现。对，而且搞不好老婆还会怀疑说，为什么每天早上你送小孩去上学之后去那么久人都不见，对，去这么久，是不是有外遇？对，反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对，就是我觉得让太太知道说，我是很用心，希望可以2个人能够更开心，然后一起做这个努力，我觉得也蛮好的。真的，这个医师都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哦，可能也帮很多人解决的问题。不过最后还想请教如果现在在看我们影片的观众，他有勃起功能的困扰，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建议他一定要赶快去就医？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有出现这个勃起功能的困扰，不是说1次2次，我可能1个月当中每个礼拜都有发生这个问题，那就要检查血脂跟血糖。如果真的不想要看泌尿科医师，至少可以检查血脂血糖，做个心电图，就确定说我的心血管啊，我的血脂血糖是正常的，没有阻塞的。那再来想说，我是不是想治疗？因为有的人他就觉得我不想嘛，我就想很清静的度过这一生，清心寡欲。对，这样也可以。但重点是说，我要确定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要说有很频繁的出现这个勃起的问题，或者说好久没有晨勃了，其实就可以做这样的检查。但要不要治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很远端的器官，就是说阴茎有问题，表示我的身体可能有问题。但是要不要处理阴茎的问题，就不一定那么跟健康有关系。好，很多人都很忌讳谈这个部分，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江怡妮医师的分析，大家应该可以更健康、更正面的来面对自己的下半身的问题，尤其是男性朋友，你的勃起的问题，你的障碍，如果有障碍的话，其实是很轻易可以解决的，千万不要讳疾就医。好，非常谢谢江医师，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